李特，你知道吗？目前全世界有5500万个人患上了失智症，哇！那每年有1000万个新病例。还有在新加坡，跟你说，超过60岁以上人口有1/10的人患上了这个失智症啊！哇，太多了，太多了。对啊，还有分什么退化性、血管性啊，还有一种叫做阿尔兹海默症。不如这一期呢，我们就让专家来好好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阿尔兹海默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造成阿尔兹海默症啊？那治疗的方法有哪一些呢？如何识别早期症状，以及了解如何预防？那中医呢，还有这个手指操跟食疗，让你的健脑。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怎么办？怎么办？哎呦，怎么啦？我是发现了，我最近的记忆真的是有一点问题，真的，一下子什么东西都忘记这样。哎呀，真的是。你会不会有失智症哈？我就是在担心哦。那你这个欠我100块，记得还呢。我不可能的，我这么有钱，我不会跟人家借钱的。所以你看到你记忆力 OK 的吗？你没有失智症？哦，是这样带什么？应该不是了哈。我们有这个专家能够做鉴定哈。好，当然也要欢迎我们聪明绝顶的艺人陈丽珍、杨志龙，以及我们的脑神经专科李金恩医生，欢迎3位，来，请坐。来，请坐。男的帅，女的娇嘞。Hello。当然，我们今天是要聊这个失智症嘛。你们有没有身边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其实我的身边没有，但是呢，有一次我做节目，就是要去拍这些失智症病患，然后那个安哥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就杨志龙你好，然后我就很认真你啊。对，然后我就跟他 hello 你好，他就问我你吃饱了吗？我讲吃饱了，不到10秒，杨志龙你好，你吃饱了吗？然后他问我第3次，我就恐慌，会有这个问题。来，丽珍姐，我是我的好姐妹的妈妈，她过了50岁之后，她就患上了失智症，这么很年轻。然后她平时搭巴士回家，她突然间有一天就忘记了怎么样下车，所以把那个巴士坐到终点，所以吓到她，然后就去找她，后来才带她去验证看医生，就知道她有这个问题。是。所以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医生，就是说失智症和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有什么分别？对，失智症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名称包含了血管性的退化症退化性的失智症。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到底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脑里面的这个细胞，其实都是活生生的这个电线。功能就是要传达讯息，是。那么这个过程的当中，就会产生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假如沉积在脑部里面，就会形成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就会阻碍脑神经元的传讯，所以他的生活起居习惯慢慢，或者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记忆力开始衰退，这个有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开始了。OK， 比如说怎样的记忆力衰退？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记忆力是怎么形成的。假如我问你记忆力好吗？如果有够睡眠是很好的。对，你说的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睡眠直接影响集中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听个新的东西，第一要能够把这个讯息登记下来登记了之后要能够把它储存然后储存了之后要能够把它换起来。阿尔兹海默症的人士，他们没有办法提取那个记忆，是这个意思吗？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它储存下来，连储存的能力都没有。打一个比方假如是你在洗手间出来，是我们看到怎么水喉还在开着的嘛？对我说李腾，水喉开着的，忘记关你会马上说哎呀我忘了。假如是患有这个记忆力衰退的话，病患者说不可能是我吗？那个手可能还是湿的。对，他不记得自己去洗过。对，所以记忆力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环节。其他方面可能在已经丧失了这个语言的能力，沟通方面出了问题。比方说你的这个时钟不是。那个时间在转的那个东西，可以给我看看一下吗？因为他要说的是手表，他讲不出，就是表示他语言方面已经有受障碍。那还有什么情况下是说这个人是有点记忆的问题？比方说不大能够分辨时间，或者地点，是，或者遇到的人，比方说把他的孙子误以为是他的儿子。
哇，那这就很重。或者是说经常到的熟食中心，吃的东西不懂得怎么回家。OK，还有他们可能在判断方面有出了问题。除此之外比方说一般很熟悉的那些任务，突然间变得很陌生。比方说妈妈煮饭是高手，30分钟就能够三菜一汤，马上可以进食了。是但是现在3个小时在厨房里面，不懂得先切菜还是先OK。那有没有可能说在性格上或行为上会有转变？一般来说，记忆力是第一个先受影响的，是其他大脑的功能随后也有可能开始出差错了。比方说行为方面，我有病人从非常外向变得很内向，有时候在情绪这方面的波动，变得无法控制。OK，对一切周边的东西都变得非常冷漠好像漠不关心。OK，那谁最有可能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年龄的增长是这个最大的风险。超过85岁的，其实2个就有1个。85岁就一半了，85，哇！所以这个百分比是很强。那有没有可能因为外力因素导致，比如说你头撞伤啊、意外被打到啊之类的？在美国，因为他们就 American football 就是很撞来撞去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发现，脑部受损的话，就比较容易患上这个失智症。OK， 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跟睡觉的品质有关吗？比方说，我们日间五官都有很多讯息的传递。对，是，对。你晚上有个时间把它不要的东西丢掉，对，然后把你爱的东西放在抽屉里面分类。对，睡眠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睡得好，这个精神的集中力就好。对，真的。那会不会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反而刺激到他？比方说丧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在精神上也会造成这个可能这个也算是个诱因就是说有听力障碍的人也是容易得到失智症，是真的吗？真的吗？假如是听力不好的话，有时候就会影响他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嘛。所以这样影响到那个社交的。对，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们要多出来了。年长的也好，年轻的也好，假如是听力有问题的话，就要去解决了。是的，所以我们听这个医生这么讲的话，大家都比较了解什么叫做阿尔兹海默症，对不对？是。那么广告过后呢，我们中医师也要加入我们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讨论了。好，稍后见。好，欢迎中医师周启师医师来加入我们讨论是。那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中医认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有这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叫做肝肾亏损。中医讲肝藏血，肾藏精，因为年纪大了。还有或者是生过一场大病过后，我们的脏腑呢就会亏损了，所以这肝肾也会亏损了，所以就不够肝血和肾精上达脑部去营养那个脑，就脑部就会失养，造成了脑的那个认知能力脑的记忆力都会衰退了。对，第二种叫做肝郁和心火，因为现在人压力很大，对，所以就会造成了那些情绪的波动也更加大，往往就会造成了脑的混乱，然后也会造成了那个睡眠不好。那第三种呢，就是淤血阻络。就比如说那些中过风过后的病人或者是脑受过外伤、跌倒创伤车祸等，这些都造成了这些淤血会阻塞住，就变成不够血上达脑部，是，就造成了脑的神经和血管就受损了，甚至再严重一点呢，会造成脑的这些萎缩。然后第四种呢，就是饮食嗜节、油腻、重口味的食物，是多盐、多油、多糖，然后又喜欢喝冷水，这些都会导致脏腑的失调。这脏腑的失调呢，就容易出现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血压了。对，这些都会提高了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那脾胃不好的有可能吗？当我们的脾胃不好的时候，我们吸收营养不足，供给脑部的营养也会不够，是所以就会造成脑的神经这个血管呢也容易退化。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是请到呢一位是阿尔兹海默症的病患跟他的妻子，来到现场，我们来了解一下。欢迎 Roslyn 跟 Darren， 欢迎两位。欢迎。那想请问一下，你的先生当时是怎么发现他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在2020年，就是说差不多54岁的时候，就感觉他有点健忘。他喜欢打高尔夫球，是，所以有时候交代他说，你打完来我老妈家接我了。他就直接回家了。那时候还不感觉是一个病症，对，只是跟健忘老了嘛，对吗？就50，那时候54岁，你讲老了。年过后就是感觉到他转弯的时候，每次车子旁边都会撞刮到，对，因为他开车就很超放的嘛，很 steady 的，不可能有这种现象。还是没有，就是有几样嘛，就是记忆啦，连眼睛啦，有些东西忘记，连不会拼写啦，这些东西都很奇怪的嘛。我们正常人连都能做嘛，他就这么年轻，怎么这些都不？那个时候你才开始带他去做检？对，2000年中就带他去 polyclinic。跟他做 test 啦，就问他Where are you now? Memory test 就是 after memory test straight away 他就把他 refer to NUH。他们诊断是什么情况？他是属于 PCA， 就是 posterior cortical atrophy， 就是后脑勺萎缩，很罕见的。对。OK， 就是影响了那个视觉。OK， 看得到，但是你突然间那个距离啊，各方面拿捏不了。对，这个 judgment 就出问题了，判断。那你那时候对失智症了解吗？一点都不了解，因为我们觉得失智症是老人才会患的。对啊，54岁耶。那目前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嘛 ？Between 那个轻跟中这样了，认知能力是有点退化了，有点退化。对，很明显的就是穿衣服会穿反。那 Darren 自己本身知道有这个情况吗？知道，但是就没有办法去区分，控制不了，所以控制不了。那情绪方面会不会因为控制不了会有很大的波动？会发脾气。他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是现在不打了，是因为这个病症。Diagnose 过后，2021 2月的时候还有开车，还有打高尔夫球，可是后来觉得好像不安全啦，说还是算了，就叫他不要开车，而且叫他不要打高尔夫球。现在就是跑步比较多还是有做运动，还是很好，是一定要的。那有没有带他去一些别的活动？失智症协会他们有开放那个YOD Club 啦，就是 for 65岁以下的朋友。然后就是每个星期五啦，就是在那边聚啊，谈天啦，主办活动啦，那有时候出去外游啦。自从去了那里，他认识了那些朋友，因为有共同的话题，而且可以了解对方吗？对。你本身啦，有没有去想过一些比较未来的事情？尽量让他做现在能做的事，是，说不要想那么多，因为反正你想了也没用啊。是，对，珍惜就是说，只要让他能做，他能做什么就让他做，反而对他来讲更好。不能给他们太大压力。那我想问一下 Darren， 就是说你自己有给自己什么样的心理的建设有吗？基本上每天我会跑步，我觉得很重要，是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运动了。有没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医生跟医师？有没有？当一个看护者，我们都想他进步嘛。是，就是说，我们就想他你不会写字 ，OK， 你每天要练。所以，如果他不肯练，要逼他吗？当然，这个叫一个互动，互信。好，你们先跑步回来，下一个步骤就是给他一个 routine， 每天需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照章行事啦。对，当然不能够的话，就是要看着他今天的心情。对了，真的要看心情，看天气啦，有时候，看天气，不然的话，看护者的压力很大。对，现在他的那个认知能力不是有问题嘛？所以for example，就说他的衣服一直就是穿反了，这边你需要更正吗？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喜欢。假如是在家里没有出去外面，你就给他一个空间偶尔要调整一下，因为不然的话，那个摩擦对两人之间的感情是不太好。有时是我们是控制不了。对，当然，他不是故意要做对，只是说这个是一个化学物在操纵着他。对。今天听了两位的分享，真的这个家人的陪伴跟支持真的很重要。那如果在看节目的你，发现身旁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妨去就医做一个检查，会比较安心哈。在这边要谢谢两位哈，谢谢。是天麻补脑汤，补脑益智，定志安神。美国开始研究一种新的药物，能够把脑部里面的这个斑块
能够尽量把它消除。高达81%的病患者去核磁造影啊，从阳性会变成阴性的。哦。对，治疗的方法有哪一些呢？我们通常把它分类，就是说，药性跟非药性。OK，我们先谈非药性。OK， 好，非药性最主要就是说，要有这个家庭的扶持。OK，看到周边的人有患病，我们也多一些包容，对，多一些疼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是。我经常鼓励他们一定要继续维持团体的生活，团体的活动，因为他们可能变得很冷漠，是，可能变得非常内向，不爱出外。药性方面，我们就把它规范为不同的，比方说有些是对他的那个症状或者是行为变成很难应付，是很多那种幻想、幻觉，所以也是要通过药物把它克制下来。哦，他的情绪这方面。对，这些药物都能够给那个脑退化的这个功能减缓。但是所谓的治标不治本，是。美国那一方面开始研究一种新的药物，叫 Leqembi。那这个药物能够把这个脑部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蛋白质的这个沉积，对，斑块，能够尽量把它消除。哦，那么假设把它消除了，里面的这个神经元就能够非常顺畅的传讯号。对，所以我们很期待它，希望新加坡的卫生部能够尽早把它引进，对，把它批准。已经有这个药了啦，已经有了，在美国有效果，治疗效果怎么样？其中的一个科学报道，说假如是用了18个月的治疗高达81%的病患者去测试的话，那个核磁造影是从阳性会变成阴性的。哦，有副作用吗？肯定。高达30%的病人可能会有一点头痛啊、头晕啊、作呕啊，可能有这个感觉。对，是。但是真正最危险的就是脑溢血。所幸的是百分比少过5%。哇，其实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话，对那些轻患者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是，没错。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其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除了失智症嘛，像是其他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三高，都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所以咯，就尽早加入我们的健康 SG。那么除了可以得到更多关于预防还有治疗慢性疾病的资讯之外，也可以让我们固定的家庭医生呢为我们的健康把关。是因为我们看家庭医生嘛，他对我们身体的小毛病、大问题就是了如指掌，没错，就更容易能够诊断跟治疗。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能够进行转诊到公立医院的专科。那像医生转诊呢，同样是能够享受呢由政府的门诊的补贴啦。没错，是。那预防呢？有哪一些预防的重点吗？对第一要多走动。因为我经常说人老脚先老啦。对，相信周医师也会同意我的说法。是。然后第二就是要有活动。比方说打麻将嘛，但是不限于打麻将，你是不是喜欢做一些园艺的东西啦？对啊，你可以下棋啊之类的。下棋啊，或者去卡拉 OK 啊、唱歌啊，这也算是活动。对，然后再下来就是运动，跑步、打网球、打乒乓都好，游泳这些都好。对，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我经常强调的就是要有推动力。怎么讲呢？推动就是说，你看我们很多病人，他想到说，哎呀，反正我做这些活动，我可能也不会好起来。OK，这个就没有推动了嘛。起床了没有一个目标，哎呀，回去睡觉，已经放弃自己那个。是。所以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中医方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中医治疗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主要通过了这3个方法。第一是中药，第二是针灸，第三是食疗。那针灸的话是针在头部上吗？有针头部的，比如百会穴啊、四神聪啊这些还有其他的穴配合，比如足三里啊这些、三阴交啊这些，通过针灸就能够刺激这个脑的神经，扩张血管，改善脑部的这些血液循环，把这个营养呢带上脑部里面去营养我们的脑。了解，除了就是针灸、药物治疗、中药治疗、食疗，对不对？还有一个食疗。据我了解，今天有带一个食疗方是吗？是有的。好，来品尝一下，我去品尝一下啊。
天麻补脑汤。哦，你有哪些食材？天麻能够补脑，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啊，远志补脑还有安神的作用。枸杞补眼睛、补肝血。龙眼有助于补血还有安神的作用。石菖蒲补脑开窍。OK， 煮法是怎么煮呢？用2碗水煮成1碗就可以了。哦，OK， 好。有没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对，那些咽喉干燥是，容易上火啊，或者有糖尿病的人呢，比较不适合喝。OK， 它的功效就是补脑益智 ，OK， 定志安神 ，OK， 好，我们可以先闻一下，其实，先闻，它可以通过这个烟呢，给它补脑通窍的作用，醒脑这样啊。它的味道其实第一口下去是有点苦涩，但是后面又有一点甘甜。对，所以它加了龙眼，那你吃了那个龙眼，你就感觉哎，其实它刚刚味道 OK， 平衡。那我有吃到一种麻麻的味道，对我也是有嘞。食材如果麻麻的味道，应该是石菖蒲，它有一点开窍的作用，所以你会感到好像麻麻这样啊，是人也会比较好像忽然间好像精神一下。是除了食疗以外，还有什么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的一些手法来预防呢？我们有一些保健操可以帮助啊。哇哦，好，叫做一枪打4鸟。哦，怎样打法呢？一枪，拿这个枪，对啊，4鸟，4鸟 ，OK， 这4只鸟还要排得很整齐哦。打对，砰，漂亮，好换，还会换，啊，这个鸟也要整齐，它不可以散开，并排，不可以散开的啊，对，所以才难，对，这样啊，所以它。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对不对？这个手指操呢，是主要是通过手指和脑的协调，来练我们的脑。这个跟我们以前玩的我们的脑会更加灵活，对，更加有力。好，了解哈。好，那当然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其实要照顾这个失智症患者哈，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心，然后还有很多的心力啦，哈，很多的时间哈。如果说有这样的问题哈，也不要是灰心哈，因为其实在本地也是有很多的机构啊，能够让你寻求帮助啦。是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正面的心态，积极的就医，然后尽量多跟外界呢保持接触哈，不要就是一个人锁在家里面。那么当然呢，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预防这个失智症。没错。好，今天要谢谢我们的李医生，还有周医师，谢谢，还有谢谢丽珍，还有志龙，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期见，拜拜。